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回家，却见母亲白日点灯，他撒出一把糯米救了自己。南方有一座被云雾缭绕的古老村落，名叫雾隐村。这村子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，四季如春，溪水潺潺，是个难得的人间仙境。然而，雾隐村却流传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尤其是关于一种古老而神秘的习俗——白日点灯。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雾隐村的一户普通人家，主人公名叫李大山。这李大山呢，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，平日里除了种地，就是孝顺老娘。他老娘是个慈祥的老太太，年岁虽高，但眼不花耳不聋，身子骨硬朗得很。村里人都说，这老太太怕是得了什么仙缘，不然咋能这般精神？这天，李大山从田里忙活了一整天，夕阳西下时，他才扛着锄头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上，山林间的鸟鸣声此起彼伏，仿佛在为他的归来奏响欢迎曲。李大山心里那个美呀，想着回家能吃上老娘亲手做的热乎饭菜，脚步也跟着轻快起来。当他远远望见自家那几间青瓦白墙的小屋时，心里更是暖洋洋的。可当他走近一看，却不由得愣住了。只见自家大门紧闭，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，而那灯光竟是在大白天里亮着的。李大山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：这大白天的，老娘咋还点灯呢？莫不是眼睛出了啥毛病？他急忙推开门，一股熟悉而又略带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只见老娘正坐在堂屋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盏油灯，神情专注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娘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大白天的点灯，多浪费啊！李大山边说边走向老娘，想要把灯吹灭。可他老娘却像是没听见似的，依旧自顾自地念着词，那神情专注得让人害怕。李大山心里越发觉得不对劲，他仔细打量老娘，发现老娘的眼神空洞无神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夺走了魂魄一般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堂屋里的灯光突然闪烁不定，李大山只觉一股寒意直逼心头。他猛地想起村里老人们常说的那些关于白日点灯的诡异传说，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相传，在雾隐村，白日点灯是召唤阴间亡魂的禁忌之术，一旦点燃，除非施法者自愿解除，否则亡魂便会循着灯光而来，附身在点灯人的身上，夺取其阳寿。李大山想到这里，吓得脸色苍白，他赶紧上前想要抓住老娘的手，试图唤醒她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娘突然抬起头，那双眼睛竟变得血红一片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李大山吓得倒退几步，险些摔倒在地。他颤抖着声音喊道：娘，你这是咋了？你可别吓我呀！老娘却不答话，只是缓缓站起身来，一步步朝他逼近。李大山见状，转身就往门外跑，边跑边喊：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可奇怪的是，无论他喊得多大声，村里竟然没有一丝动静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一般，只剩下他自己的回声在山谷间回荡。李大山跑得气喘吁吁，眼看就要跑到村口了，却突然脚下一软，摔倒在地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老娘已经追到了身后，那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，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。李大山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心想：这下完了，俺娘怕是真被啥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听村里的老道士说过，糯米能驱邪避鬼。他摸了摸口袋，幸好口袋里还有一把从家里带出来的糯米。李大山心一横，猛地睁开眼睛，
抓起一把糯米就朝老娘撒去。只见那些糯米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弧线，纷纷落在老娘的身上。瞬间，老娘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，猛地颤抖起来。紧接着，一股黑烟从老娘的头顶冒了出来，伴随着一阵凄厉的尖叫声。李大山趁机爬起来，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。他一口气跑到村外的老槐树下，这才敢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。只见老娘家的方向已经是一片漆黑，再也看不到任何光亮。李大山心里明白，那是老娘身上的邪灵已经被糯米驱散了。他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心里既庆幸又后怕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缓过神来，想起老娘还一个人在家里，不知道情况如何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壮着胆子又回到了家里。只见老娘已经瘫倒在椅子上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双眼紧闭，呼吸微弱。李大山赶紧上前扶起老娘，一边呼唤着她的名字，一边给她喂水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娘终于缓缓睁开眼睛，眼神逐渐恢复了清明。她看着李大山，虚弱地问道：“山儿，你这是咋了？娘咋觉得浑身无力呢？”李大山听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他一把抱住老娘，哽咽着说道：“娘啊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刚才被邪灵附身了，幸好俺记得老道士的话，撒了一把糯米才救了你。”老娘听了，也是吓得脸色一变。她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心里也是后怕不已。她拉着李大山的手，颤声问道：“山儿，那邪灵是从哪儿来的？咱家咋会招上这东西呢？”李大山摇了摇头，心里也是一片茫然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娘啊，这事儿咱得好好查查。不过当务之急，还是先把你的身体养好。等你好了，咱再去找村里的老道士问问，看他有没有啥办法。”老娘听了，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大山悉心照料着老娘，给她熬汤喂药，陪她说话解闷。老娘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元气，脸色也红润了起来。然而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在李大山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他开始怀疑，这雾隐村是否真的如表面看起来那般平静祥和？那些流传在村里的古老传说，是否真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？为了揭开这些谜团，也为了保护自己和老娘的安全，李大山决定暗中调查这件事。他四处打听关于白日点灯的消息，拜访了村里的许多老人，可老人们对此都讳莫如深，不愿多谈。李大山并不气馁，他相信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终于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从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老人告诉他，这白日点灯的邪术其实与雾隐村的一座古老古墓有关。据说，那座古墓里埋藏着一位古代巫师的遗体，而那位巫师在生前就擅长各种邪术。他的遗体被葬在古墓里后，邪灵便一直徘徊在古墓周围，寻找机会附身在活人身上，以延续自己的寿命。李大山听了，心里豁然开朗。他明白，要想彻底解决这件事，就必须找到那座古墓，将巫师的遗体妥善处理，才能彻底消除邪灵的危害。于是，李大山决定踏上寻找古墓的征程。他收拾好行囊，告别了老娘，独自一人走进了茫茫大山之中。这一路上，他历经千辛万苦，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。但每当他想起老娘那慈祥的笑容和期盼的眼神，他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且说这李大山一路跋山涉水，历经数月，终于在一个隐秘的山谷里找到了那座传说中的古墓。只见那古墓气势恢宏，规模庞大，仿佛是一座地下宫殿一般。
古墓的入口被一块巨大的石板封住，石板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图案。李大山站在古墓前，望着那黑洞洞的入口，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。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于是他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，推开了那块沉重的石板，踏入了古墓之中。接下来的故事，咱们下回分解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李大山一脚踏进古墓，就觉得阴风阵阵，直往骨头缝里钻。他紧了紧衣襟，手里攥着个手电筒，那光柱子在漆黑里划拉，照出一片片阴森森的影子。这古墓里头跟迷宫似的，七拐八绕。李大山心里头那个忐忑呀，就跟揣了个兔子似的，蹦跶个不停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留意着四周的壁画和雕刻，想着能不能找到点线索啥的。这壁画上画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有飞天遁地的神仙，也有青面獠牙的鬼怪，看得李大山心里头直犯嘀咕：这古代人咋净整这些个吓人的玩意儿呢？走着走着，李大山突然听到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蠕动。他吓得一激灵，手电筒的光柱子一阵乱晃，差点没把手电给甩出去。他定了定神，仔细一听，那声音似乎是从前面传来的。他壮着胆子一步步往前挪，心里头那个紧张啊，就跟拉满了弦的弓似的。突然他看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那洞口不大，刚好能容一个人爬过去。李大山心里想，这八成就是通往那巫师遗体的密室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趴在地上一点点地往里爬。这洞里头冷得跟冰窖似的，还有一股子霉味直往鼻子里钻。李大山爬得满头大汗，好不容易到了洞口，他往外一瞅，还真让他给找着了。只见这密室里摆放着一口石棺，石棺上刻着些奇怪的纹路，跟那石板上的符号差不多。李大山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就像找到了宝贝似的。他围着石棺转了2圈，想着咋把这石棺给打开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觉得背后一凉，就像是有个啥东西贴了上来。他猛地回头，啥也没看到，可那股子冷意却咋也挥之不去。李大山心里头那个害怕呀，就像被猫爪子挠了似的，痒痒的难受。他也不敢再耽搁，赶紧找了根棍子，使劲地撬那石棺的盖子。这石棺盖子沉得很，李大山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它给撬开一条缝。他趴在缝上往里瞅，这一瞅，差点没把他给吓死。只见那石棺里头躺着一具干尸，那干尸穿着一身古代的衣服，脸上还抹着厚厚的白粉，就跟唱戏的似的。最吓人的是，那干尸的眼睛竟然微微地睁着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李大山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手里的棍子也扔了出去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心里头那个后悔啊，就像吃了苍蝇似的，恶心得不行。他想跑，可腿咋也迈不开，就像被啥东西给拽住了似的。就在这时，那干尸突然动了，他缓缓地坐了起来，身上那些干皮就像是纸壳子似的，哗哗作响。李大山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他想喊，可嗓子眼里就像被啥东西给堵住了似的，咋也喊不出来。只见那干尸张开嘴，露出一排黑漆漆的牙齿，朝他扑了过来。李大山吓得魂飞魄散，他猛地一挣扎，竟然从地上站了起来。他撒腿就跑，也不管东南西北了，一股脑地往前冲。这古墓里头七拐八绕的，李大山跑得晕头转向的，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突然他眼前一亮，看到一个出口，他顾不上多想，一头就扎了出去。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片荒草地里了。他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心里头那个后怕呀，就像刚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似的。
他回头瞅瞅那古墓的入口，只见那里黑洞洞的，啥也看不见，就像个张着大嘴的怪兽似的，怪吓人的。李大山也不敢再耽搁了，他撒腿就往村里跑。一路上，他心里头那个乱啊，就像被狗追了似的，咋也停不下来。他想起了老娘，想起了村里的老人们，想起了那些关于白日点灯的传说，心里头就像被啥东西给揪住了似的，咋也放不下。他一口气跑到家里，只见老娘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呢。看到李大山回来了，老娘高兴地站了起来，迎了上去。李大山一把抱住老娘，泪水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似的，咋也止不住。他把自己在古墓里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娘，老娘听了也是吓得脸色苍白。他拉着李大山的手，颤声问道：“山儿啊，那邪灵真的被你赶跑了吗？”李大山点了点头，心里头其实也没底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娘啊，咱得找个道士啥的，给那古墓里的巫师遗体超度超度，不然那邪灵还得回来找咱的麻烦。”老娘听了，点了点头。于是李大山又踏上了寻找道士的征程。他走遍了附近的山山水水，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道观里找到了一个道行高深的老道士。那老道士听了李大山的讲述后，沉吟了片刻，说道：“那古墓里的巫师生前作恶多端，死后阴魂不散，要想彻底消除邪灵的危害，就必须找到他的魂魄，将其封印在古墓之中。”李大山听了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就像找到了救星似的。他求老道士帮忙，老道士也爽快地答应了。于是李大山又带着老道士回到了那座古墓。在古墓里，老道士摆开架势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只见他拿出一张符纸，点燃后扔向那干尸。那干尸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身上冒起一股黑烟。老道士趁机念动咒语，将那股黑烟封印在了一张黄色的符纸里。然后他又在古墓的四周贴满了符咒，说是能防止邪灵再次逃脱。做完这一切后，老道士拍了拍李大山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这下子那邪灵应该被彻底封印了，你回去后再也不用担心那白日点灯的事情了。”李大山听了，心里头那个感激呀，就像吃了蜜似的，甜得不行。他谢过老道士后，就带着老娘回到了村里。从此以后，雾隐村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白日点灯的事情了。而李大山和老娘也过上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。故事的最后，我想说，这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咱们做人啊，还是要心存善念，多做好事，少做恶事，不然的话，等到恶报临头的时候，可就悔之晚矣了。咱们且行且珍惜吧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木匠打寿材。他在东家屋里做了一件事，女子上门来报恩。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偏僻小村，名叫柳溪村，这里依山傍水，风景如画，却也藏着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村里有个老木匠，姓李，人称李一刀，因为他手艺精湛，尤其擅长打制寿材，也就是棺材，手艺好到能让亡者走得安详，活人看了也心生敬畏。李一刀年过半百，面容沧桑，但眼神里总透着一股子坚毅与智慧。他平时话不多，但一开口总能说出些让人琢磨不透的哲理。村里人都说，李一刀这辈子跟木头有缘，更跟那些看不见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初秋，柳溪村的气氛显得格外沉重。村东头的大户人家赵家老爷赵万才病入膏肓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赵家派人急匆匆地找到李一刀，请他来打一副上好的寿材，说是要给老爷一个体面的身后事。李一刀接过活计，二话不说，带上徒弟小张，挑着工具箱就往赵家赶。到了赵家大院，只见府内一片忙碌，哭声、
祈祷声交织在一起，显得格外凄凉。赵万才的卧室里，烛光摇曳，药味扑鼻，床上躺着的赵老爷脸色蜡黄，气息奄奄。赵家的管家赵福迎了上来，满脸愁容地说：“李师傅，您可得给咱家老爷打副好棺材，让他走得安心啊。”李一刀点点头，没多说什么，径直走进准备好的木匠房，开始挑选木材。他选的是百年老楠木，质地坚硬，色泽温润，最适合做寿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一刀和小张闭门不出，专心致志地打造着寿材。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总能听到木料被精心雕琢的声音，以及李一刀低沉的哼唱，那是他特有的调子，据说能安抚人心，也能与另一个世界沟通。这天晚上，李一刀正忙着给棺材上最后一层漆，突然他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眉头紧锁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他抬头望向窗外，只见乌云压顶，雷声隆隆，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小张慌张地跑进来：“师傅，不好了，赵家老爷，他走了。”李一刀叹了口气，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刻。他放下手中的工具，对着小张说：“咱们去赵家吧，今晚就把事情办了。”说完，两人披上雨衣，抬着刚完工的寿材，走进了雨幕之中。到了赵家，赵家上下已是哭声一片。李一刀默默地将寿材安置在灵堂中央，然后走到赵万才的遗体前，轻轻合上他的双眼，低声念了几句经文，似乎在为亡者超度。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，连平日里不信鬼神的赵家少爷赵明也感到一股莫名的安心。就在一切准备就绪，准备入殓之时，李一刀却突然停下，目光落在了赵家老爷房间的某个角落。那里放着一个古旧的香炉，炉中香烟缭绕，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李一刀心中一动，走到香炉前，仔细端详。香炉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文，他认出那是道教中的驱邪符咒，但符咒似乎被改动过，隐隐透出一股不祥之气。赵管家，这香炉可有来历？李一刀问道。赵福一愣，随即摇摇头说：“这香炉是老爷年轻时从外地带回来的，一直放在这里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”李一刀沉默片刻，心中已有了计较。他转身对赵家人说：“今夜我需在此守灵，确保老爷安息。”赵家人感激涕零，连忙应允。夜深了，灵堂内只剩下李一刀一人。他点燃一盏油灯，坐在寿材旁，闭目养神。突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油灯的火苗剧烈摇晃起来。李一刀猛地睁开眼，只见一道黑影从赵万才的遗体上飘过，直奔香炉而去。李一刀心中一凛，他知道那是赵万才的魂魄被某种力量牵引，无法安息。他迅速起身，从工具箱中取出一把刻刀和一张黄符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然后将黄符贴在香炉上，刻刀一挥，符咒瞬间燃烧起来，化作一道金光，将黑影逼退。黑影在空中盘旋几圈，发出凄厉的尖叫，似乎不甘心就此离去。李一刀冷哼一声，双手结印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我神通。”随着话音落下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体内涌出，化作一道光圈，将黑影牢牢困住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李一刀打开大门，只见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子站在门外，她面色苍白，眼中满是惊恐。“请问这里是赵家吗？”“我是赵老爷的远房侄女，名叫柳青。”女子声音颤抖着说。李一刀心中一动，他隐约觉得这个女子的到来似乎与刚才的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他点点头，让柳青进屋，然后关上大门，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柳青听完，脸色更加苍白，他颤抖着说：“李师傅，我其实早就感觉到不对劲了。自从我伯父病重以来，家里就怪事连连。我曾听村里的老人说，这香炉里封印着一只厉害的鬼魅，伯父年轻时无意间将他带回，如今他病重，那鬼魅便想趁机逃脱，害人性命。”李一刀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原来如此，看来今晚我们得一起解决这个麻烦了。”说完，他取出一张更强大的符咒，与柳青一起走到香炉前。只见香炉中的火焰已变得幽蓝，仿佛随时都会熄灭。李一刀将符咒贴在香炉上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符咒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将整个灵堂照得如同白昼。与此同时，那黑影在光圈中拼命挣扎，发出阵阵哀嚎。李一刀与柳青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坚定。他们知道，这一刻关乎赵家的安宁，也关乎整个柳溪村的平安。就在这时，光芒达到顶峰，突然炸裂开来，化作无数金光，将黑影彻底吞噬。随着黑影的消失，香炉也轰然倒塌，化作一堆灰烬。灵堂内恢复了平静，只有油灯的火苗在轻轻摇曳。李一刀和柳青相视一笑，他们知道赵万才的魂魄终于可以安息了。而这场风波也似乎随着黑夜的褪去，渐渐被村民们遗忘。然而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。柳青的出现，以及他身上隐藏的秘密，将会为柳溪村带来更大的变故。而李一刀也将在这场变故中揭开更多关于道教鬼神世界的神秘面纱。柳青望着李一刀，眼中满是感激：“李师傅，这次多亏有你，不然赵家乃至整个柳溪村都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”李一刀摆摆手，笑道：“柳姑娘言重了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不过你身上的秘密，还有那只鬼魅的来历，恐怕还得好好查一查。”柳青点了点头，神色凝重：“其实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查清这件事。我伯父年轻时走南闯北，做了不少生意，也结下了不少仇家。我怀疑这只鬼魅就是某个仇家为了报复，特意找来的。”李一刀闻言，心中一动：“你是说，这只鬼魅背后还有人指使？”柳青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而且这个人很可能就在我们村子里。”李一刀皱了皱眉，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。不过他向来不怕事，既然摊上了，那就得管到底。他拍了拍柳青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柳姑娘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管定了。咱们一起把背后的黑手揪出来。”柳青感激地点了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一刀和柳青开始暗中调查。他们走访了赵家的亲朋好友，询问了赵万才生前的种种事迹，试图从中找到线索。然而，调查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赵万才生前乐善好施，口碑极好，根本没有什么仇家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，村里发生了一件怪事。那天夜里，村西头的老王家突然传来阵阵哭声，村民们纷纷起床查看。只见老王家的媳妇王嫂披头散发地坐在门口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鬼，鬼呀！”村民们一问才知道，原来王嫂夜里起夜，突然看到一个黑影从窗前飘过，吓得她差点昏过去。村民们闻言都吓得脸色苍白。要知道，自从赵家老爷去世后，村里就人心惶惶，生怕再出什么岔子。李一刀和柳青闻讯赶来，只见王嫂瘫坐在地上，浑身颤抖，眼中满是恐惧。李一刀蹲下身子，轻声问道：“王嫂，
你看清那黑影长啥样了吗？”王嫂摇了摇头，声音颤抖：“没看清，太快了，就像一阵风似的。”李一刀皱了皱眉，他隐隐觉得这件事跟那只被封印的鬼魅脱不了干系。他站起身来，对村民们说道：“大家别担心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。不过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晚上最好还是别出门了。”村民们闻言都纷纷点头，表示会遵守。李一刀和柳青则留在王嫂家，开始仔细查看。他们发现王嫂家的窗户上留着一道淡淡的爪印，看起来像是某种野兽的。然而，村里根本没有野兽出没，这爪印从何而来？李一刀心中一动，他想起了那只被封印的鬼魅。难道说他已经逃脱了封印，开始四处作恶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感到一阵寒意。就在这时，柳青突然说道：“李师傅，你看这爪印，像不像某种法术留下的痕迹？”李一刀闻言，仔细端详起爪印来。果然，他发现爪印中隐隐透着一股阴气，与那只鬼魅的气息如出一辙。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看来这只鬼魅已经逃脱了封印，咱们得赶紧找到它，不然村里人都要遭殃。”柳青闻言，神色凝重：“可是咱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，怎么找到他？”李一刀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咱们可以布个局，引他上钩。”柳青眼睛一亮：“好主意，那咱们怎么做？”李一刀低声说了几句，柳青闻言连连点头。于是两人开始分头行动，准备布下天罗地网，等待那只鬼魅自投罗网。第二天夜里，月黑风高，整个柳溪村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。李一刀和柳青躲在暗处，屏息凝神，等待着那只鬼魅的出现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只见一道黑影从村头飘过，直奔王嫂家而去。李一刀和柳青见状，心中暗喜，他们知道鱼儿上钩了。两人悄悄跟上，只见那道黑影在王嫂家门前停了下来，伸出爪子就要破门而入。就在这时，李一刀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”说完，他抛出一张符咒，化作一道金光，直奔黑影而去。黑影见状，大吃一惊，慌忙躲闪。然而，李一刀的符咒却如影随形，紧紧咬住他不放。就在这时，柳青也出手了。只见他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突然，他猛地张开双手，一道强大的法力波动从他体内涌出，化作一个巨大的法阵，将黑影牢牢困住。黑影在法阵中拼命挣扎，发出阵阵哀嚎。李一刀趁机抛出一张收魂符，将黑影收入其中。随着黑影的消失，法阵也渐渐消散，整个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李一刀和柳青相视一笑，他们知道这次危机终于解除了。然而，他们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胜利，那只鬼魅背后的黑手还隐藏在暗处，等待着下一次的机会。不过，他们并不害怕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心中有正义、有勇气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。他们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他们会揭开所有的秘密，让柳溪村重新回归平静和安宁。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开始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李一刀和柳青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考验。但他们相信，只要他们携手并肩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。因为他们是柳溪村的守护者，是这片土地的儿女，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上，永远也不会离开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回家，半道被卖菜的阿婆拦下。阿婆，夜里别睡正房。天擦黑的时候，李二狗路过了一片菜地。这菜地啊，是村里王大娘家的。王大娘是个孤寡老人，
平日里就靠卖菜为生。李二狗小时候没少受王大娘的照顾，所以每次回家总爱绕道来看看她。可今儿个还没等他走近呢，就听见菜地那头传来了王大娘的声音：“小伙子，慢着点走，来，过来跟老婆子说说话。”李二狗一听，赶紧加快了脚步，心里头还琢磨着，这王大娘今儿个咋这么精神，大晚上的还在菜地里忙活。等他走到跟前一看，王大娘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手里拿着个小扇子，笑眯眯地看着他呢。王大娘，您这是干啥呢？大晚上的，不冷啊？李二狗边说边把手里的包袱放下，蹲到了王大娘跟前。王大娘拍了拍身边的石头，示意李二狗也坐下，然后叹了口气说：“二狗啊，你这一走就是1年，大娘我呀，天天盼着你回来呢。这不，今个听说你要回来，特地在这儿等你呢。”李二狗一听，心里头那个暖啊，赶紧说：“王大娘，您这心意我领了，可大晚上的，您也别在这菜地里待着呀，万一冻坏了咋办？”王大娘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妨事，不妨事，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。二狗啊，你这次回来可得在家里多住几天，陪陪大娘。”李二狗满口答应，两人就这么在菜地里聊开了。王大娘问东问西，李二狗也一一回答，两人聊的那叫一个热乎。聊着聊着，天色就更晚了，月亮也挂上了树梢。二狗啊，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赶紧回家吧，别让家里人等着急了。王大娘突然说道。李二狗一听，这才想起家里还等着他吃饭呢，赶紧站起身来，说：“王大娘，那我先回家了，改天再来看您。”王大娘点了点头，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一把拉住李二狗的手，说：“二狗啊，你今个晚上回去可别睡正房啊，记得找个偏房凑合一宿。”李二狗一听这话，愣住了，心里头嘀咕：这王大娘今儿个咋回事？咋还管起我睡哪儿来了？但他也没多想，只当是王大娘年纪大了，说话没头没尾的，就随口应了一声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一路上，李二狗心里头那个纳闷啊，怎么想也想不通王大娘为啥不让他睡正房。不过他也没太当回事儿，毕竟这一路舟车劳顿的，他是真累了，只想赶紧回家倒头就睡。回到家，李二狗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，吃了顿饭，就准备回屋休息了。可他刚走到正房门口，突然想起了王大娘的话，心里头那个纠结呀。最后他一咬牙，决定还是听王大娘的，找个偏房睡吧。他来到偏房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就躺下了。可躺下之后，他才发现这偏房是真的冷啊，窗户还漏风，冻得他直打哆嗦。他心想，这王大娘也真是的，咋就让我睡这冷屋子呢？不过他转念一想，算了，反正也就这一宿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就这么，李二狗在偏房里凑合了一宿。这一宿啊，他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头不踏实。到了后半夜，他突然听见正房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翻动，又像是有人在低语。李二狗一听，吓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心里头那个怕呀。他想起身去看看，可又不敢，生怕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就这么，他一直在床上煎熬着，直到天亮才敢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李二狗就迫不及待地跑去找王大娘，想问个明白。他来到菜地，却发现王大娘已经不在了。他四处找了找，也没见人影，心里头那个急呀。最后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。回到家，他把昨晚上的事儿跟家里人一说，家里人也都吓得不行。他们琢磨来琢磨去，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。最后还是李二狗他爹一拍大腿，说：“我看呐，
这事儿肯定跟咱家那正房有关，咱得找个明白人给看看。李二狗一听，觉得有理，就赶紧去找村里的老神婆。这老神婆呀，是村里出了名的能人，啥事儿到了她手里，都能给说出个1、2、3来。李二狗找到老神婆，把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老神婆一听，眉头就皱了起来，说：“这事儿啊，得从你爷爷那边说起。你爷爷活着的时候，得罪了一个厉害的角色，那人心眼小，就在你家正房里下了咒。这咒啊，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，可一到晚上就厉害了，能招些不干净的东西来。”李二狗一听，吓得脸色都变了，赶紧问：“那可咋办呢？”老神婆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事儿啊，难办。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今天晚上你再去偏房睡一宿，我自有安排。”李二狗一听，赶紧点头答应。到了晚上，他又去了偏房，可这一宿啊，他更是吓得不行，因为他听见正房里传来的声音更大了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打架，又像是有人在哭喊。他吓得用被子蒙住了头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就这么，他又煎熬了一宿。到了第3天早上，他刚起床，就看见老神婆已经站在门口了。老神婆看着他，笑了笑，说：“事儿已经办妥了，你以后再也不用怕那正房里的东西了。”李二狗一听，愣住了，问：“咋办的？”老神婆神秘一笑，说：“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不过你只需知道，那正房里的咒已经解了，你以后可以安心的住正房了。”李二狗一听，心里头那个高兴啊，赶紧给老神婆道谢。老神婆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谢我，这是你爷爷积下的德，我只是来还个人情罢了。”说完，老神婆就转身走了。李二狗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头那个感慨呀，他琢磨着，等过了年，一定得好好去谢谢王大娘，要不是他提醒自己别睡正房，自己还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。可等他再去菜地找王大娘的时候，却发现王大娘已经不在那儿了。他四处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王大娘已经去世了，而且就是在自己回家的前一天晚上。李二狗一听，愣住了，心里头那个难受啊。他琢磨着，这王大娘一定是知道自己要回家，特地来提醒自己别睡正房的。他越想越感动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从此以后啊，李二狗每次回家都要先去王大娘的坟上磕个头，谢谢她的救命之恩。而且呀，他还把这事儿跟村里人说了，让大家都记住王大娘的好。村里人一听，也都感慨不已，说王大娘真是个好人呐，走了还惦记着村里人。二狗心里头明白，自己能有今天，全靠王大娘的提醒。他琢磨着，得干点啥来报答王大娘的恩情。想来想去，他最后决定把王大娘家的菜地给接过来，自己种。一来呢，能让王大娘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安心；二来呢，自己也能有个营生，不用老是往外边跑。打定了主意，二狗就开始张罗了。他先是去了镇上的种子店，买了些菜种子，然后又去了王大娘家，把菜地给拾掇了一番。村里人一看二狗这架势，都夸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二狗听了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干活也更有劲儿了。时间一晃，就到了春种的时候。二狗一大早就起了床，扛着锄头来到了菜地。他先是翻了翻土，然后又把种子撒了进去。忙了一上午，总算是把种子都种下了。二狗看着满地的菜苗，心里头那个高兴啊，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一样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二狗每天都来菜地照看，浇水、施肥、除草，啥活都干。村里人一看二狗这架势，都夸他是个勤快人。二狗听了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
干活也更有干劲儿了。转眼间就到了秋天，二狗家的菜地迎来了大丰收，满地的白菜、萝卜、茄子，啥都有。二狗看着这些菜，心里头那个乐呀，就像中了大奖似的。他琢磨着，这些菜自己吃不完，还能拿去卖，换点钱补贴家用。于是啊，二狗就推着个小车来到了镇上的集市。他找了个地方，把菜摆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人来买菜了。二狗热情地招呼着，一边称菜，一边跟人家聊天。大兄弟，你这菜不错呀，看着就新鲜。那可不，都是自己家种的，绿色无污染。多钱一斤啊？不贵不贵，白菜2毛钱一斤，萝卜1毛钱一斤，茄子贵点儿，5毛钱一斤。就这样啊，二狗在集市上卖起了菜。他的菜新鲜又便宜，很快就吸引了不少回头客。不到1个月的功夫啊，二狗就赚了不少钱。他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就像喝了蜜似的。二狗卖菜的事儿啊，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。村里人都说二狗是个有头脑的人，能想到把王大娘家的菜地接过来自己种。二狗听了这些话呀，心里头那个得意呀，就像飘到了天上似的。不过呀，二狗并没有因为赚了钱就骄傲自满，他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每天早起晚归的干活。村里人都说二狗是个难得的好人，不仅勤快，还懂得感恩。这一天呢，二狗正在菜地里忙活呢，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。他抬头一看呢，原来是村里的老支书。老支书手里拿着个信封，急匆匆地走了过来。二狗啊，这是你的信，快拿着。二狗接过信一看呢，原来是他在江南水乡绸缎庄的老板寄来的。他赶紧拆开信一看呢，只见上面写着：二狗啊，听说你回家种地了，你这小子行啊，还有这手艺。不过呀，咱们绸缎庄可不能没有你这样的好伙计。我给你寄了点钱过来呀，你拿着先用着，等过完年啊，你赶紧回来上班吧。二狗一看这信啊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他琢磨着呀，这老板真是个好人啊，不仅给了自己1个月的假让自己回家过年啊，还给自己寄钱来。他赶紧拿着信去找了村里的小卖店老板啊，让他帮忙给自己回封信。信里啊，二狗跟老板说了说自己的近况啊，还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。最后啊，他还跟老板说呀，等过完年啊，自己一定回去上班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转眼就到了春节。二狗家里呀，张灯结彩地过起了年。村里人也都来给二狗拜年啊，都说二狗这一年过得不容易呀，能有今天全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。二狗听了这些话呀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就像吃了饺子似的。过完年啊，二狗就收拾了行囊啊，准备回江南水乡了。村里人都来送他呀，都说二狗是个有出息的人啊，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。二狗听了这些话呀，心里头那个得意呀，就像骑上了大马似的。就这样啊，二狗告别了乡亲们啊，踏上了回江南水乡的路。一路上啊，他回想着自己这一年的经历啊，觉得就像做梦似的。不过呀，他知道啊，这都是王大娘的恩情啊，让自己有了今天。到了江南水乡啊，二狗先去绸缎庄找了老板啊。老板一看二狗回来了呀，高兴得合不拢嘴呀。他赶紧把二狗领进了店里啊，让他先歇歇脚啊。二狗啊，看着熟悉的绸缎庄啊，心里头那个亲切啊。他琢磨着呀，自己一定要好好干啊，不能辜负了老板和王大娘的期望啊。就这样啊，二狗又回到了绸缎庄啊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呀。他每天都勤勤恳恳地干活啊，不仅赢得了老板的赏识啊，还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啊。不过呀，二狗并没有忘记王大娘的恩情啊。他琢磨着呀，等自己有钱了呀，一定要在村里给王大娘修座庙啊，
让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啊。转眼间啊，几年过去了，二狗啊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啊，不仅买了房子啊，还娶了媳妇啊。村里人都说呀，二狗这是苦尽甘来呀，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啊。二狗啊，听着乡亲们的话呀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他琢磨着呀，这一切呀，都是王大娘的恩情啊，自己呀，一定要好好报答她呀。这一天呢，二狗跟媳妇商量啊，说要回村里一趟啊，给王大娘修座庙啊。媳妇一听啊，满口答应啊。她说呀，二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，自己不能拖他的后腿啊。于是啊，二狗跟媳妇就回了村里啊。他们找到了村长啊，跟他说了要修庙的事儿啊。村长一听啊，高兴得合不拢嘴啊。他说呀，二狗是个难得的好人啊，能为村里做这么一件大好事儿啊。就这样啊，二狗跟媳妇就开始张罗修庙的事儿了呀。他们找了工匠啊，买了材料啊，整整忙活了大半年啊，才把庙给修好啊。庙修好的那天呢，二狗跟媳妇站在庙门口啊，看着这座崭新的庙宇啊，心里头那个美呀。他们琢磨着呀，王大娘啊，你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看到吧？希望你在那里能过得好啊。从此以后啊，二狗每次回家呀，都要先去王大娘的庙里拜拜呀。他说呀，这是自己应尽的本分啊，不能忘了王大娘的恩情啊。村里人也都说呀，二狗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，值得大家学习呀。就这样啊，二狗跟媳妇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呀。他们不仅自己的事业有成啊，还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儿啊。村里人都说呀，二狗是个难得的好人啊，将来一定能长命百岁啊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